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ossip Art。大家的长假后复工是不是挣扎在复工综合症中呢？今年香港刚结束的苏富比秋拍，因为刘亦谦的藏品专场，可算是吸引足了眼球。这个结果嘛，可以说是不尽人意，也没办法。就从那张最贵的也是赔得最惨的蒙迪里安妮的画就看出来，全球富人的钱也都紧张了。根据拍卖现场前线的小道消息，谦哥这场拍卖跟苏富比做底价委托的时候就很简单，只要不赔钱就出。所以今天我来简单算一下谦哥这场卖出去的作品的营收。今天的算法也很简单，预计苏富比是给谦哥免卖家手续费的，所以落锤价减去购买成本就是收益。根据谦哥以往在拍卖行买到的历史成交价格算作购买成本，他在画廊买的作品，根据他不赔钱的原则，用最低估价作为他的买入成本。先来重点说一下赔的最多的这幅蒙迪里安妮的肖像画，差不多赔了9600多万港币。就这个大坑啊，全场其他作品再怎么盈利也填不平。咱们就粗算一下，就这些，谦哥这场大概一共赔了7000多万港币。这里还没有计算他那些贵重作品从纽约运到香港的运输费用、仓储费用和通货膨胀。去年我出过一篇万达集团王总卖藏品背后的提现可能的运作模式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翻一下。这次根据一位财务专业人士的指点，其实通过买卖艺术品提现的方式也不是最佳的省钱方式，尤其是现在这条路还给堵住了。看来前几年谦哥这样大张旗鼓的买，说明他是真心喜欢搞收藏啊。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个拍卖场的小绯闻哈，像蒙迪里安妮这类价格重量级的拍品，一般拍卖行在开拍前就已经招商结束了，基本上金主爸爸们能出到哪个价位就已经知晓了。如果没有找到金主爸爸能出价高于卖家给出的保留价格，那么拍卖行会提前跟卖家通知，询问这件拍品是要低卖还是要流拍呢？哎，看来这次谦哥确实是迫不得已的割肉啊。总结一下，香港这几天苏富比的秋拍，根据现场情况来看，只能说明全球金主爸爸们的口袋都紧了。至于很多人说的大佬甩卖退场这类的话，情况并非是这样的。只是一个不该卖的时刻，为了现金流的割肉而已。赔钱卖、流拍，在这个时候都不能说明市场的走向。换做其他的类型投资，现在出售一样也是要赔钱割肉的。要知道，有钱人可比咱们更会算计得失了。这次也能看出新一代年轻艺术家的爆发力十足，比如80后的季新作品以5倍的最低估价售出，90后的张子飘在现场的出价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，以2倍多最低估价售出。这是谦哥用自己的真实案例告诉了咱们，艺术品其实跟股票投资一样，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投资就是分散风险。这次虽然有不少已故大师的作品和在世的知名艺术家的作品，以及70后的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纷纷流拍了，但是还有80后、90后的作品能填坑。虽然整体赔了，好歹也变现了4.5个亿港币呢，还又一次让刘亦谦夫妇上了艺术市场的热搜榜。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我是Gossip Art，关注我，带你探索艺术世界的八卦绯闻，还能少走弯路，少被割韭菜。